好的，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欢迎来到这一份紧急的宏观分析简报。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是2026年6月17日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 FOMC 会议。这可不是什么常规的利率决策哦，这是新任联准会主席凯文·沃许掀起的一场体制革命。过去这10年的宏观游戏规则可以说是已经被彻底颠覆喽。联准会这些以12-0全票通过，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.5% 到 3.75%， 完全没动。老实说，这听起来应该是个超无聊、毫无悬念的结果，对吧？大家本来应该打个哈欠，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就过去了。但结果呢？现实却是超级残酷的认知失调。利率明明一动也没动，市场却直接上演史诗级的大血洗。纳斯达克跌了将近 1.34%， 标普500也掉了 1.21%， 比特币更是毫不留情直接掼破$65,000大关。最夸张的是，对政策最敏感的2年期美债殖利率单日竟然暴冲了16个基点，这就奇了怪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能让市场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吓到完全崩溃？为了帮大家在这个残酷的新体制里找到生存之道，我们今天会快速走过4个重点。首先是联准会这次丢出的震撼弹，接着聊聊为什么要告别前瞻止盈时代，然后拆解沃许带来的3大变革，最后当然要给大家一套全新的宏观投资策略。那么第一部分，联准会的震撼弹，说到底，这一次市场崩盘的真正元凶，其实是投资人长期以来紧紧抱着的那条安全毯，突然被无情的宣告死亡了。你想想看，过去8年的鲍尔时代，联准会简直就像个保姆一样，每次开会都给你超级清晰的路线图，动不动就写个超过300字的声明来安抚大家的情绪。但现在换到沃许时代了，情况完全反转。没有路线图，只有一份冷冰冰、短到只剩130个字的声明，而且把所有关于未来宽松的暗示删得一干二净。沃许的意思很明白，各位被喂食标准答案的舒适日子已经结束了。更绝的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，身为主席，沃许居然拒绝在官方利率预测的指南针，也就是点阵图上放上自己的预测。这等于是瞬间砸碎了市场一直以来的确定性。你想，那些早就习惯照着联准会剧本去炒作降息预期的庞大资金，突然之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，除了恐慌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部分，告别前瞻指引时代。这绝对是个巨大的思维大挪移，我们必须重新搞懂沃许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。沃许现在带来了一个新常态，叫做数据主导定价。白话一点说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金融市场必须乖乖根据真实的经济数据来帮资产定价，别再整天去猜联准会会不会出手相救了。联准会不会再帮暴跌的资产价格托底，市场现在必须学会敬畏真实数据，像是我们才刚看到那高达 4.2% 的5月 CPI， 这就是铁铮铮的事实。接着是第3部分，沃许的3大变革，我们就来具体拆解一下，他到底做了哪些激进的行动，才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资产重新定价。先来看看这场史诗级的鹰派大反转。你还记得3月的时候吗？那时候市场共识还满怀希望，觉得今年好歹会降息一次。结果到了6月，现实狠狠打脸。18位提交预测的官员里面，居然有9位预期今年底前至少还要升息一次。这直接把利率预测的中位数一口气推上了 3.8%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降息派现在会输得这么彻底。在18位联准会官员里，高达17位都认为通膨风险是偏向上行的。市场原本吹捧的降息粉红泡泡被彻底戳破。现在大家必须硬着头皮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，那就是 higher for longer， 高利率环境会跟着我们更长一段时间了。而且
沃什不只换了沟通风格，他现在简直就像个铁腕的企业重整执行长，正在全面大修联准会这台老机器。他大刀阔斧地设立了5大专案小组，要火速重新检视联准会的沟通方式、资产负债表策略、经济数据来源、生产力与就业，还有整个对付通膨的框架。而在这5大任务里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沃许特别把焦点放在了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I 上。他把 AI 看作是美国创造力的核心。联准会现在正在认真评估 AI 到底能不能透过大幅提升供应端的效率，来变成压制长期通膨的终极武器。这点真的非常关键。了解了这场体制革命后，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宏观投资新策略。在这么艰难的新局势下，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钱，甚至让它继续变大呢？这真的是一份需要狠下心的宏观策略。既然实质利率要继续往上走，那些高估值资产的泡沫绝对会首当其冲。我们必须赶快进行板块轮动，也就是说，把你手上的资金从那些估值太高的长天期科技股，或者是高度依赖市场热钱的比特币这类投机资产里撤出来，转个方向去拥抱那些现金流稳健的价值股、短天期债券，或是那些能直接受惠于高利率环境的防护型资产，像是银行业或支付巨头。为了让大家在沃许时代能顺利存活，我们梳理了3个明确的应对步骤。第一，转向价值股与稳健的现金流。第二，建立专属于你自己的数据仪表板。第三，把 AI 生产力当作你长期的投资定锚点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第2步，停止猜测联准会，学会看自己的病例。既然联准会以后不给标准答案了，投资人就必须自立自强。你得亲自去盯紧 CPI、PCE 这些数据，甚至要留意中东局势对油价的冲击。千万要记住，只要通膨数据还粘在3%下不来，这就是市场随时可能升息的红色警戒，绝对不要傻傻的跑去盲目抄底。至于第3步，我们得把眼光放远一点来看。接下来这0到6个月，无可避免的，我们一定会经历高利率跟估值重估带来的短期阵痛。再往后看的6到12个月，市场会上演一场非常残酷的大洗盘，把那些纯炒作的泡沫跟现实狠狠剥离开来。但是只要你熬过这些，在未来1到3年甚至更久，那些真正懂得利用 AI 来大幅提升获利，手上握有实打实现金流的企业，还有具备实用价值的 Web3 基础设施，才会是下一波牛市里真正的赢家。所以说到底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那种资金免费、联准会把你捧在手心里呵护的时代，已经彻彻底底结束了。面对这个完全没有前瞻指引、全凭真实数据说话的新世界，是时候丢掉降息救市的幻想了。那么，联准会不再提供标准答案，你的投资组合准备好成长成人了吗？好好思考一下吧，我们下次见。